你们两个换了枪1千万的计划，我的枪都准备好了。现在外面风吹草动，都是因为你们抢了几个小钱。抢到钱没有用，花得出去才有用。我叫陈信文，身为90年代的建筑公司老板，在业界里也算响当当的名气。我曾试图承接市里重点的桥梁工程，以此来提升社会地位，却因资金链断裂和项目停滞陷入困境。归龙大桥是政府项目，项目款早就拨给你们了。你没有按期完工，市政府已经很不高兴。我多次想走后门去屡屡碰壁，政府拨付的工程款早已被我私自挪用，不但填补了其他项目的窟窿，仅用于粉饰表面的风光就白白浪费不少。如果不能按期完工，责任全由你来负。重点项目如若延期，不仅意味着个人信誉崩塌，更可能引发连锁的债务危机。曾经被称为文爷的我，现金不够的话，可以改天补上。只能在酒局上强撑场面。我很像现金不够吗？却依旧难掩资金的窘迫。眼看体面商人的面具即将破碎，身份的焦虑感逼迫我选择了一条捷径。相较于破产带来的社会性死亡，抢劫运钞车的高风险，在我眼中反而成为了可控成本。然而2个小贼的突然出现，意外打破了我精心准备的抢劫计划。恰巧弟弟就在那个储蓄所中，亲眼目睹了他们短短2分钟就抢走了20几万现金。尽管他们全部戴着头套，但从弟弟口中描述的长相特征以及那不知所措的对视中，我马上猜出了对方的真实身份。现在公安查这么急，钱打算怎么带走？为什么选龙门街那间小储蓄所？钱不多吧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早料到长毛会跟我撞傻充愣，但此刻我的暴怒早已抑制不住，就因为他们的冒失行动，已经让警方加强了全城的布控。我的枪都准备好了，人也找齐了，正准备动手，就出了你们的事情。我耗费数月筹划的完美结案，此时却面临着暴露的风险。这种失控感刺痛了我作为江湖大佬的尊严，也可能彻底断送我赌命翻身的机会。但此刻我强迫自己将愤怒化为更加疯狂的赌注，接着给长毛提供了3条路：一，我把你们资料给公安；二，把枪留下，当我们没见过；三，你和东海都留下，再跟我干票大的。既然小劫案引来了警察，不如顺势扩大行动规模。无路可走的长毛只能同意合作。我不再将抢劫视为犯罪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技術方案。弟弟曾多次劝我迷途知返，條路唔可以咁樣行㗎。我沒有做輕而易的小話。點解一定要揀條死嘅路呢？我自然清楚这是一条不归路，但不能眼看着自己一手拼出来的一切都化为乌有。第2天全员为最后的行动集结，我买通了储蓄所押款长，连同2名押运员，长毛和小弟也如约而至。2伙人谁看谁都不顺眼。你知道储蓄所怎么操作吗？你存过钱吗你？没存过，抢过。我深知计划的成功关键依赖于团队的执行效率，成员间若因私人恩怨内耗，将直接威胁抢劫行动的安全性和成功率。我们呢，干完这一票就散，不需要喜欢你，但不能把对方当敌人。犯罪团伙恰似一个商业团队，我刻意不去调解其中的内部恩怨，反而用非敌即友的立场划分阵营，迫使他们形成合作求生的临时同盟，将个体的矛盾巧妙地转化为集体的危机感。公安局把各个银行和储蓄所都加强了戒备，但是枪我随时可以拿出来。加强戒备的话，我们就在钱进去之前把它拿出来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此时一名警察像个无头苍蝇一样闯了进来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马路天天在堵，一天到晚就摁喇叭，你们干什么？抢那么久啊！我迅速岔开话题，将他引开，脑中闪过所有可能暴露的环节。还好这一切只是巧合，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一次见面，竟成为我20年后落网的关键。后来押款长毫不费力地投出了手枪，但还是担心那2个冒失鬼会出事。枪是你从储蓄所拿的，
要想不出事，就要一枪不开。现在好了，尽管开他们枪，搞不好他们救了你啊！长毛两个不过是我掩人耳目挑选的替死鬼，一旦行动暴露，唯有彻底割舍同伙才能保全自己。很快，运钞车按时到达储蓄所外，同伙都按照计划做好了埋伏。随着一声枪响，长毛在众目睽睽下将司机水上，躲在暗处的3人冲上去打开后备箱，却不料车内还有武装人员压手。随后双方再次展开激烈的枪战，紧张的形势下，计划再次被打乱。为了保命，2个押快员不得不开了枪。都叫你别开枪了，被你害死了。这次抢劫行动，我们兄弟只负责策划和接应，这样能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风险。抢劫虽然成功了，但我意识到劫案已无法善终，如何逃脱才是现在的关键。他们5人必须全部离开，我负责开走运钞车转移视线，却疏忽了被轮胎碾压过的贝壳。几个车轮上都有这个贝壳的碎片，这附近有没有海产品市场？海产品是没有，不过有海产品下船的地方，附近有个渡口。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，马上猜测出我是想制造从陆地逃走的假象，于是他们顺藤摸瓜，先是抓捕了帮忙偷渡的船夫，然后调遣了大量警力找到了同伙所在的酒店，毫无察觉的他们还在酒店玩乐，最终全被抓获无一幸免。幸而万兆全在被抓前向我报喜。我爷，我们猜了，我们这来了好多公安，申哥他们怕也跑不掉了。现在同伙的突然落网打破了我自以为是的完美计划。我意识到警方已掌握关键线索，这种失控感迫使我必须立即做出反应，否则将面临全盘皆输的结局。喂，啲錢喺公司可以翻去攞，唔翻到公司啊！走走，我必须果断放弃已經到手的贓款。此時的逃亡已不僅是路程上的逃離，更是對陳信文身份的徹底拋棄。2年的顛沛流離，我倆最後淪落到緬甸邊境採礦時，弟弟長期因體力不支瀕臨崩潰，而我也因極度的惡劣環境，逐漸失去了人性底線。從曾經的建築公司老闆淪為土里刨食的底層勞工，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我對生存的渴望已經壓倒了道德約束。為了獲取正當的回國身份，我不惜殺害了好心人莫志強，殺人後仔細說出莫志強的遺物，通過佔有這些符號徹底抹去自己的過往。我知道這種手段極其殘忍，但我已經無法區分求生與作惡的界限，只能通過不斷犯罪適應逃亡生活。不久後，我用莫志強的身份成功回國，還在建材廠裡找了一份鐵瓷磚的長工。在這段時間裡，我一直保持着低調和謙虛，試圖用世俗的生活麻痹罪惡感，卻沒想到被老闆的女兒看中。我通過婚姻徹底融入莫志強的人生，婚禮上我表面笑得燦爛，實則內心充滿對暴露身份的恐懼。當天我給若干年沒聯繫的父親打了一通電話，卻只能默默流淚，一聲也不敢吭。係咪阿文啊？父親一下就猜出了我只能隔着聽筒點頭磕頭，用最原始的動作表達愧疚。我恨自己用捷徑獲得所有情人的生活。如果你拉到佢，我仲有機會呢世人見佢一面。警察名叫王守月，20年前就是他闖入了我們秘密謀劃的辦公室，沒想到20年後的今天，他悄然找到了我的家中。你是？進屋的瞬間，我便認出了他。儘管面容已經老去，但眼神中的銳利與執着，讓我本能地感到不安。你小時候常常去我家看電視，你現在忘了嗎？局長，作為潛逃21年的通緝犯，我迅速調整表情，用莫志強的憨厚口音進行回應。面對王守月看似顯然的試探，給他一次盯着說說看，不禮貌。我意識到這是一場心理戰，每一句回答都如履薄冰。當妻子熱情招待王守月時，我既恐懼家人識破真相，又愧疚於連累無辜。你爸爸年輕的模樣。照片的出現像一把尖刀，刺破了我用21年編織的謊言。家人的笑聲更讓我如坐針氈。我眼睛不受控地盯向他，祈求他不要當場揭穿我。哎，老公，這是誰啊？
他的老朋友。啊，这个老朋友，你1连3就一住走了，他血栓。 20年逃亡中，我曾在无数个深夜给老家拨好友挂断，此刻才惊觉电话的那头早已是空号，就连最后的哀悼，我都只能心如止水地向他告别。李亚，不但是干桥啊，就这些朋友嘛，何永生、何伟、万兆全、袁长勇，还有林东海。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我至今历历在目。我知道自己早已无法回到莫志强的平静生活，这种场景我在心里演练了上百遍。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情吧？但真到这一刻，我过来就是要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。我还是无法面对亲密11年的情感欺诈。那你都看过了，接着，你要回休息。哎，那我送你吧。我不能让妻子卷入其中，尽管她已经察觉出不对劲，但我也只能暂时用谎言糊弄过去。王守月虽没有当面拆穿我，私下里却无时无刻都在盯着我。我深知早晚一天，他们会通过弟弟的下落查出真相，于是我只能拜托妻子帮我把弟弟安全转移。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？这一刻，多年精心构筑的双重身份在真相面前彻底瓦解。妻子得知了我所有的过去，我无法再用莫志强的假面欺骗爱人，决定和他做最后的离别。之后，我找到天台上烟花下的弟弟。我是有地方。李亞，我哋全邊一齊走。我上去旁邊唱。到你还在3口，有点照顾。灭口是现在唯一能彻底切断线索的手段。我最终在生存压力下接受了第3条方案，颤抖的手用毛巾捂住他的口鼻。但当我发现弟弟不仅没有反抗，甚至用手帮我勒紧毛巾时，这种主动赴死的姿态瞬间击溃了我的心理防线。我意识到自己早已无法将弟弟视为单纯的工具，而是唯一见证我前半生所有罪孽与脆弱的存在。最后的我没有反抗，这场持续21年的逃亡马拉松，终点线竟是灵魂的刑场。我终于不必在深夜抚摸女儿熟睡的脸颊时，被愧疚与恐惧掐住咽喉，终于不必再被记忆里的枪声惊醒，也不必在清明时节对着虚空磕头。后悔已无法改变既定的命运，唯有承担才能终结内心的煎熬。